去年底嘉义市议会通过一个提案，市政府呢要评估成立性专区的可能性。什么？所以台湾终于要出现第一个性专区了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性专区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虽然大家可能有看过一些有人嫖妓被抓的新闻，但你知道吗？在台湾，性交易其实是合法的。那些被抓到都是因为他们并不在性交易专区内进行交易。然后目前全台湾也还没有成立任何一个性专区，所以原则上呢，现在台湾所有的性交易又都是非法的。那长期以来都有不少人提倡呢要成立性专区，希望把性产业纳入政府的管辖范围。而最近一次比较大的讨论，就是由曾经改名成颜色不分蓝绿支持性专区颜色田胜杰的嘉义市无党籍市议员颜灵溪所发起的。去年底呢，他在嘉义市议会上面提案通过，接下来呢，市政府也必须要评估成立性专区的可能性。不过，台湾之所以一直没有出现性专区就是因为它极具争议。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会先从台湾性产业的概况开始，一起来看看为什么有人觉得应该要成立性专区，反对的声音是什么，国外又有哪些可以参考的做法。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各位绅士们，春暖花开的季节让你春心荡漾，想要解锁泡泡浴的成就了吗？那就让老司机中指通透过不会日文也能泡泡浴自由行相课程，带你把握2024谨慎的完整年假，解密最道地的日本暗黑风情。课程将会带你从预算内呢挑选优质好店，避开被盘的风险与文化禁忌，并用日文空耳表达内行指令，让亲密交流更符合你的需求。课程呢还有真实进入风俗店内全程拍摄的泡泡浴特点，让你提前掌握店家细节、道具与流程，实际体验时就能够更加的得心应手。现在中指通的日本风俗线上课程加特点限时优惠69折，让你激省1390元。想要把握超低日币与完整年假，就赶快点击资讯栏，做好功课，出国圆梦吧。从100多年前的日本时代开始台湾就曾经有过合法的公娼制度。不过，当国民党政府刚败退到台湾的时候，政府希望改善重整社会风气，所以一度宣布禁娼。但禁娼之后呢，需求还是有只是转由了地下，造成了更多的问题。后来为了防止性病传播，政府又颁布了台湾省管理娼妓办法，将性交易产业重新纳管。而时间到了1997年，台湾认为黄赌毒会破坏社会秩序的声音又越来越大。很多人希望政府带头根除这些乱象，所以当时的台北市长陈水扁呢，决定开第一枪透过各种方式让台北市公娼走入历史。后来全台其他的县市呢也陆续的跟进，停止发放营业许可证以及妓女证，希望让这个产业随着时间自动消失。2022年，全台湾最后一间公娼馆熄灯之后，全台湾就已经没有合法的公娼了。那关于公娼历史的故事呢，我们之前有做过一支影片非常精彩，如果想要知道详细的内容，欢迎等一下再去看看哦。好的，那话说回来从二战结束到现在，我们好不容易完成了废娼，那为什么这几年又会开始争论要不要成立性交易专区呢？这主要是因为有人认为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有相关的需求，但大家没有合法的管道，导致乱象一大堆。关于目前台湾性产业的问题呢，我们这边大致可以把它分成3个面向来说明。首先呢，是从嫖客的角度来看，因为不合法他们几乎呢只能够靠着口耳相传来找买春的门路。在价格服务都不透明的情况之下，他很容易吃亏，被骗钱，被仙人跳，甚至呢是被传染性病，也都没有消费申诉的管道。那从性工作者的角度，因为法律并不认为他们是正当行业，所以在租屋或申请补助的时候都非常的困难，并且他们也跟嫖客一样，因为工作缺乏法律保障，所以自己的人身安全、自由收入分配等等几乎都没有话语权。如果遇到困难也几乎都是求助无门。最后，对于政府来说，因为没有明文规定，所以如果大家发生性交易纠纷，就算政府想要介入调解，也没有法源依据可以审理。而且因为现在投入性产业的人员复杂所以一旦发生传染病，要追溯源头和传染链都会变成很困难的事情。甚至呢，在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如果有出现人口贩卖或是未成年卖淫的问题，恐怕也会比较难及时发现跟处理。总而言之，基于刚刚说到的种种问题有不少人就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让性产业浮上台面。支持的人认为，让性产业合法化，搭配配套措施，可以更好的管理跟监督这个难以抑制的产业链。
例如呢，让性工作者合法登记工作证明，保障他们享有一般劳工应该有的权利。同时呢，规定性工作者定期进行的健康检查，可以阻止性病的蔓延，保护性工作者，同时也保护客人。透过造册管理从业人员，也能够尽量的降低人口贩卖以及未成年卖淫的发生率。另外，订定法律呢，来规范性交易相关的事项，不管呢是性工作者还是嫖客，当权益受损，甚至遇到人身安全问题的时候，就能够申请公权力介入，减少消费的纠纷。那除了解决上述提到的问题之外呢，也有人认为要成立性专区有其他的好处。首先，它可以潜移默化的呢，让保守的社会认知到性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该呢被污名化或是避而不谈。第二点是成立性专区呢，意味着集中管理，理论上面可以减少一般住宅区的性交易活动，这对于政府的警力安排啊，整体社会的治安稳定性应该都很有帮助。最后，也有人认为纳管性产业呢，不只能够让政府增加税收，性专区呢，甚至有机会形成观光区，进而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那说到性专区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荷兰的红灯区。在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内呢，最著名的就是橱窗女郎。而当地除了有风俗店家之外呢，周边还有专卖店啊、博物馆等等。那因为规模庞大所以除了男性嫖客之外呢，也有很多的游客会慕名而来。每年1000多万的观光人潮，也为当地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收入。那为了减少人口贩卖的问题，荷兰规定，只有年满21岁的欧盟公民、荷兰公民的配偶或其他取得了荷兰永久居住权的外国人，有资格成为合法的性工作者。另外，为了确实的管制同时避免有人口贩卖的问题，德国的做法是规定21岁的性工作者每年都要健康检查，每2年跟政府登记一次。那如果是未满21岁的，每半年呢都要检查，每年跟政府登记一次。那为了维护红灯区的治安德国会在红灯区附近加派警力，而且他们还规定，在营业时间内呢，完全禁止女性游客靠近，让红灯区呢完全只属于男人或者是性工作者。不过，虽然支持者提出了很多的构想，但其实也有很多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或担忧。反对者认为刚刚说的那些愿景呢，实在都太理想了。以荷兰的状况来说，当地工作者就抱怨，观光客都只是来看而已，并没有真的消费，有的甚至还会吵吵闹闹，影响人家做生意。而且性专区或者红灯区多半集中在夜间营业，常常会跟烟酒啊，甚至是毒品挂钩，所以很多人担心成立性专区可能会成为犯罪的温床。就连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也认为有不少人会利用红灯区内相对宽松的规范偷渡一些非法行为，而这样的状况已经影响到了城市的秩序。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就算我们纳管性产业，也还是很难保证人口贩卖啊、未成年卖淫等等的犯罪就会跟着减少。甚至也有人觉得，成立性专区这件事情呢，就意味着政府变相鼓励民众投入性产业，可能会加剧大家对于女性的物化，让大众觉得女性的身体就是一个可以被随便买卖的物品。而这样的认知呢，也可能会让这个社会出现更多的性骚扰事件。此外，也有人从执行的层面提出他们的担忧。首先，在纳管的部分如果我们想要仿效别的国家，让性工作者可以定期的接受免费的健康检查，在我们健保啊还有医疗的量能都已经很紧绷的现在，我们有资源做到这种程度的配套吗？接着是选址的问题，就像刚刚说到的，性交易呢通常会伴随着烟酒行为，而为了避免消费者酒驾，理想上面的性专区应该要设置在大众运输方便的地方。但交通方便意味着人口密集，然后如果呢，它又应该要避开学校啊、宗教场合、住宅区、地狭人稠的台湾，真的有适合的地方吗？那就算我们成功的找到了一个交通方便又可以集中管理的地方，也很难保证酒后闹事啊、打架、性骚扰的问题只会发生在区域里面。换句话说，性专区的成立呢，可能依旧会对于城市的治安带来不安定的因子。尤其目前台湾的警力也不是很充足，如果他们要管理又要取缔，业务量是否能够承担，可能也是一个疑虑。最后，成立性专区呢，必定会制造许多的就业机会，但有人担心，这可能呢会变相的让其他产业的缺工问题更加的严重。那如果引入大量的外籍劳工，他们能不能够适应台湾的生活，可能也是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制作这种非常有可能会被黄标的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那话说回来，我们觉得成立性专区的意义跟价值呢，并不只是让人可以合法色色而已。理想上面这样子的专区呢，不只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也能够让社会地位比较弱势的性工作者得到更好的保障。但从刚刚的讨论，我们也可以知道，目前执行层面呢，真的还有很多的挑战。如果社会风气仍然不友善，或者是政府的管理规范没有做好，它确实有可能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那我们认为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基本需求，刻意的忽视并不会让它就此消失。那虽然纳管了之后呢，肯定会有很多的挑战，但在没有纳管的今天，这些问题其实也一直都有。主要的差别呢，可能是现在他们并没有被摊在台面下而已。当然这样说呢，也并不代表我们觉得台湾应该就要马上成立性专区。一方面是呢，执行层面的挑战确实很艰辛；另外一方面是对于性到底能不能或该不该被买卖，这也还有很多的讨论空间。即使在性产业相对较先进的德国跟荷兰，依旧有大批的女性工作者会说，这个产业依然有人口买卖、非资源卖淫的问题。而且这个工作带给她的身心压迫以及创伤，也是一般工作很难相提并论的。想要从业的女性最好三思。而在性交易曾经也很兴盛的瑞典，后来就推动了北欧模式。他们认为性产业呢必定伴随着强迫与犯罪，所以必须要彻底的禁止。而他们原则呢是卖春合法，但买春非法。从消费端呢让这个产业缓缓的消失。后来有不少的欧洲国家也纷纷的效仿。但很多人就批评如果性产业工作者真的是自由意志下面的选择，那政府的做法不也是在剥夺他们的自由吗？好的，那说了这么多，总之要不要成立性专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那我很难在一支影片当中讲得非常完整。那如果你有更多的观点，也欢迎在留言补充说明哦。那最后也想来问大家，你支持台湾成立性专区吗？你支持因为不纳管才是最可怕的。你不支持我怎么看的都觉得弊大于利。自己精神上面支持，但总觉得还是有哪里毛毛的。提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讨论台湾性专区的议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公娼的历史，以及歌舞伎町传奇人物李小牧的故事。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